八字胯呢，我们并不是脑海里想一个八字，然后我们的骨盆去扭一个八字啊，不是我们的骨盆去扭一个八字，而是我们通过摆荡转胯，摆荡转胯，刚好完成了一个八字胯。所以很多朋友扭八字胯是乱扭啊，脑子里有一个八字，然后用骨盆扭一个八字啊，扭一个八字，所以扭的会很糊涂，扭的会很混乱，并不清楚，并不清晰，而且也不饱满。所以我们不是去扭一个八字，而是我们通过骨盆的摆荡转胯，摆荡转胯，刚好完成了八字的这个路线而已。所以我们想要做好八字胯，这是一句空话。我们其实是要做好摆荡和转胯啊，做好摆荡和转胯。好，所以说我们刚刚说到摆荡了，我们继续往后说摆荡。摆荡呢，我们刚刚说的叫中摆式的摆荡啊，中摆式的摆荡，中摆。所以你会发现我的骨盆是往上去中摆，往上去做中摆，然后转胯，然后往另一个斜前往上去做中摆，然后往后转胯，所以是中摆转胯，中摆转胯，中摆转胯。OK， 那中摆大家都清楚了路线，这样的路线。接下来我们要说发力点，也就是你通过什么力量去产生这个路线。两个发力点，先说第一个，叫做臀位线啊，臀位线，臀部的臀，位置的位，一条线的线，臀位线这三个字打在评论区，这是非常重要的摆荡的发力点，臀位线啊，臀部的臀，位置的位，一条线的线。好，指的是哪里？指的是屁股根儿和大腿连接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的臀位啊，就是我们臀位这里。好，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有两边臀位线，两边臀位线，左边右边啊，左边右边这两边。那我们要用到的臀位线呢是后侧的臀位线，也就是我们要转胯转到斜后。所以何为后侧？哪一侧胯往后转，哪边就是后侧的臀位线。所以我们用后侧的臀位线呢，往斜前往斜上去做推。所以你不光要清楚我们的发力点是臀位线，你还要清楚它的发力方向是往斜前往斜上。所以你看我的骨盆转到斜后 ，OK， 这是我后侧的臀位线。所以我后侧的臀位线往斜前往斜上推，我产生了中摆，然后转胯，后侧臀位线这里去推，往斜前和斜上。所以你不光要往前推，还要往上推，然后再转胯，臀位线推动转胯，臀位线推动转胯。所以这是我们摆荡的第一个发力点，叫做臀位线啊，臀位线。都清楚了是吧？非常好，这是第一个力量啊。我擦擦汗。好，第二个发力点呢，我们就来到了前胯。那前胯的发力方向叫做往上找肋骨，所以胯骨找肋骨，你可以理解为你的前胯往上去提，前胯往上去提，去找肋骨。所以我一个手放在臀位线，我一个手放在前胯，去使我这两个发力点产生中摆的动作。所以你会发现我的臀位线往里往内推进去啊，往里往内推进去，然后我的前胯呢去往上找肋骨啊，胯骨和肋骨去产生连接，所以前胯往上去提，所以一个手放在臀位线，一个手放在前胯，使我的骨盆产生了中摆，然后转胯，这边臀位线，然后这边前胯，中摆，然后转胯，这边臀位线，这边前胯，中摆，转胯。中摆转胯，中摆转胯，中摆转胯，连起来，中摆转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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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我们八字胯 ，2 in 3 in 4 1 in 2 in 3 in 4 1 in。所以我们的摆荡要做得非常清楚，就是依靠这两个发力点。
臀位线向斜前向上推，以及我们的前胯向上找肋骨，使我的骨盆产生了钟摆的效果。所以这两个发力点都清楚了吗，朋友们？清楚的话，在评论区打一个清楚，打一个理解。对，清楚的朋友打一个清楚，打一个理解。好了，现在我们都清楚了，骨盆要做钟摆，以及骨盆要做转胯啊，骨盆要做转胯。那我们接着往后，八字胯这个动作呢，你想要做的饱满，非常重要一句话，我先说，你先记住，叫做摆荡的时候不转，转的时候不摆荡。你可能不理解，但是你要先记住这句话，等会儿我会讲啊。摆荡的时候不转，转的时候呢不摆荡啊，摆荡的时候不转，转的时候不摆荡。OK， 首先我们要明白，转胯和摆荡它俩是两个动作，也就是说我们摆荡是一个动作，转胯是一个动作，摆荡是一个动作，转胯是一个动作，它俩是两个动作。啊，它俩是两个动作，它俩不是一个动作，不是边摆边转，边摆边转，它俩可以连起来跳。你可以摆完不停直接转，你可以摆完不停直接转，但是你不能合二为一，所以它们俩是明确的两个动作，它们的发力方向都不一样，发力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提问，摆荡的发力方向是往哪里？朋友们在评论区打字告诉老师，摆荡的发力方向是往哪里？也就是我往哪个方向去做摆荡？啊，朋友们，往哪个方向去做摆荡？哎，对了，往斜前、往斜上去做摆荡，对吧？往斜前、往斜上去做摆荡，非常好。好，再说，转胯的发力方向是哪里？转胯我往哪个方向转？朋友们，转胯我往哪个方向转？转胯往哪个方向转？往后，往后，对吧？往后转胯，回答的非常对。所以摆荡我是往斜前往斜上，转胯我是往后。它俩其实是冲突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往斜前，一个是往后，对吧？它俩其实是冲突的，这是两个方向。所以我能不能往斜前的时候往后，往斜前的时候往后，往斜前的时候往后？告诉老师可不可以？可以吗？我可不可以往斜前摆荡的时候往后转？往斜前摆荡的时候往后转？我是不是往斜前完了才能往后转？往斜前摆完了才能往后转，不是往斜前还要往后，往斜前还要往后。所以这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要求，叫做摆荡的时候不转啊，摆荡的时候不转。所以很多朋友这样跳，你自己都没有知觉的，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这样跳的。所以有些朋友为什么跟我说老师，我跳的不饱满？那别人跳两个动作，你跳一个动作，你当然没有别人跳的饱满了。所以我们是两个动作，一个是摆荡，往斜前的摆荡，一个是往后的转胯。那别人跳两个动作，你跳一个动作，你边摆荡边转胯，边摆荡边转胯，然后跟我说老师我跳的不饱满，那肯定不饱满呀，清楚吗？所以这是摆荡的时候不转。那我们再换回来，看啊，我能不能在边往后转的时候胯往前，边往后转的时候胯往前，边往后转的时候胯往前，边往后转的时候胯往前？这个问题比刚刚那个问题犯的人还要多，这个错误比刚刚犯的错误还要多。所以我能不能在边往后转的时候胯还要往前，边往后转的时候看我还往前，往后转还往前，往后转还往前，可以吗？可以吗？也不行。所以这个叫做转的时候不摆荡，你要转完才往前，转到斜后才往前。所以你不能在转的时候偷偷溜走。我非常理解，你可能不是故意的，你只是不知道而已，你只是不知道啊，转完再走，你可能转着转着你就跑了，转着转着你就跑了。所以我现在给大家明确出来，现在明白了吗？转的时候不摆荡，你不能骨盆往后转，还没转完呢你就跑了，骨盆往后转还没转完你就跑了，偷偷自己往前溜。所以这个错误是比刚刚那个错误还要多的，而且是不自知的，自己是不知道的。
所以这个就叫做摆荡的时候不转，转的时候呢不摆荡，这压根就是2个动作，所以你不要合2为1。所以往斜前摆荡做完，往后做转胯，往后转胯，我很清晰骨盆向后转胯，我没有往后转还溜溜往前跑，我没有向后转还溜溜往前跑，所以转完斜后再摆荡，转完斜后再摆荡，不要你看边转边跑，边转边跑，边转边跑，这样就很混乱了。清楚了吗，朋友们？所以这个叫做摆荡的时候不转，转的时候呢不摆荡。OK， 这样我们把这2个动作才能跳饱满。好的，都清楚了吧？都清楚了吧？摆荡和转胯。接着往后，那有些朋友说老师我会了，就像在座的各位一样，都清楚了啊，要往斜前做摆荡，要往后做转胯。所以有些朋友说老师我会了，所以有些朋友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呢是这样跳的，哎，大家看一看，我模仿一下。有朋友所认为的会了，大家看看我哪里不对啊？有人说老师我会了，你看我跳的对不对？摆荡，转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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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朋友们？哪里不对吗？啊，那个学员说老师，你让我的胯往斜前摆荡，我往斜前摆荡了；你让我的胯往后转胯，我往后转胯了。所以我往斜前摆荡也有，往后转胯也有，往斜前摆荡也有。往后转胯有，所以我认为我做到了。你看，往斜前摆荡，往后转胯，往斜前摆荡，往后转胯，摆荡转胯，摆荡转胯，摆荡转胯。朋友们，我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就是如果站在学生的角度上，就因为他不知道嘛，所以他自认为自己是对了。那个胯往前摆了，然后胯要往后转了，胯往前摆了，胯要往后转了。你看，自认为自己做对了。那提问哪里不对？大家好像都把问题说到了，不连贯、卡顿、要连绵不断，啊，不要像机器人，啊，话都会说，我们怎么解决呢？所以解决方式呢，首先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思想上的问题，啊，我们首先先解决思想，再解决身体。那你会发现，如果我把我们的舞蹈比作成往斜前摆荡，我到达这个位置叫做到位；我往后转胯，我的骨盆转到斜后叫到位。OK， 所以我会，大家看我啊，我会有一个到位、到位、到位、到位，这是只有到位，只有结果。我们还说如何到位，中间有个过程，如何到位的过程。如何到位的过程，所以朋友们想一下，我们跳舞是跳结果，还是跳如何到这个结果的过程？啊，结果还是跳如何到结果的过程？所以朋友，我们是跳结果还是跳过程？你看，如何使胯到斜前，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如何到位的过程。如何转到斜后的过程，所以我们跳舞是跳结果还是跳过程？啊，好，我们首先达成了第一个共识，我们的舞蹈要跳过程啊，我们的舞蹈要跳过程，通过过程去展现出来我们的舞蹈质量啊，通过过程去展现出来我们的舞蹈质量。然后如何去跳过程？大家记住一句话，叫做感受发力点的持续发力啊，感受发力点的持续发力，你可以不理解，但你一定要先记住，感受发力点的持续发力。那我们说要感受发力点持续发力，所以提问，摆荡的发力点是哪里？你看我们都说了要感受发力点持续发力，所以你记住了吗？你说你记住了，那提问，摆荡的发力点是哪里？这都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内容。摆荡的发力点是哪里？这都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内容。摆荡用哪里发力？摆荡用哪里发力？用大腿。摆荡用大腿发力。你看我说你没记住吧？摆荡用哪里发力？用大腿。说大腿的人就是没记住啊。摆荡有2个发力点。
摆荡有2个发力点，一个是臀位线往斜前往斜上去推，对吧？臀位线往斜前往斜上去推，然后前胯呢，摆荡还有第2个发力点是前胯，前胯往上找肋骨，胯骨找肋骨，所以我们套用到这句话里，感受发力点的持续发力。那摆荡如何去感受？也就是感受臀位线的持续发力，感受前胯的持续发力。所以这2个发力点不是一次性的，不是啪一步到位，啪一步到位，不是一步到位，所以他们俩是慢慢到位。臀位线慢慢推，前胯慢慢找肋骨，摆才到位，然后转才转胯，然后臀位线推，前胯不是啪一步到位，而是臀位线推，前胯找肋骨，感受他们的发力过程一点点的到位，然后再感受转胯的发力点一点点转动，所以感受这2个发力点持续发力，清楚了吗，朋友们？然后转胯的发力点我不问了，转胯的发力点是大腿，所以感受大腿带动骨盆一点点转，所以你的大腿不是啪，我真的我跳一个效果。大家看看有没有见过，有没有人这样跳舞的 ？2 in 3 in 4 1 in 2 in 3 in 4 1 in， 有见过有人这样跳舞吗？有见过的朋友打个见过。所以问题是什么？你能说他没转胯吗？朋友们，你能说他没转胯吗？他转了哎，转胯了吧？他转胯了吧？你不能说他没转胯吧？你也不能说他他没转到位，他如果转到位，那反而越跳越歪了，所以你都找错问题了。所以重要的他不是没转胯，也不是没到位，重要的是他是一步到位啊，他没有持续转动，看持续转动和啪和大腿带动骨盆持续转动，大腿带骨盆转，和啪一下到位，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啊？是不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也要感受大腿带动骨盆持续向后转动，清楚了吗，朋友们？所以我们说，舞蹈的质量如何来啊？舞蹈的质量如何来？就是通过这些细节去来。那我跳一次只跳结果的，然后我再跳一次感受过程的，所以看只有结果到位，和感受过程 2 3 4 1 2 3 4 1，大家觉得这样跳舞扎实吗？觉得这样跳舞扎实的朋友打2个字扎实。2 3 4 1 2 3 4 1，所以这个叫做感受过程啊，感受发力点的持续发力啊，好，又有人该问了，说老师啊，用你这样跳合不上音乐。那用你这样跳合不上音乐。首先大家一定要明确一件事情，感受发力点的持续发力呢，并不一定是慢的，你并不一定是慢才能感受。你在快的过程当中，你依然可以感受啊，所以我合音乐我也不散，所以2种合音乐大家感受一下。一个是感受，一个是不感受，完全就不一样。我也可以这样跳马swing，到位，很轻松，超级轻松。感受过程，感受臀位线，感受大腿，
感受臀位线推，大腿转站。不感受，好轻松，和感受臀位线推和大腿转。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课程之后，觉得说老师，我跳得好累呀，我跳得好辛苦呀，好难跳啊，恭喜你，你要进步了，恭喜你要进步了。如果你原来跳一曲，觉得跳得好开心呀，觉得跳得好舒服呀，觉得跳得好轻松呀，我都不用看你，你大概率是这样跳的，好开心啊。看我跳得多漂亮，好轻松啊，不用想，大概率你是散在外面的，大概率你是散在外面的，所以如果你要感受发力点，你是没有那么舒服的，很集中在里面，去感受你的臀位线和骨盆一点点的摆荡，感受你的大腿的跟骨盆一点点转动。所以老师，我觉得我好难跳恭喜你，你要进步了，你要比原来进步了，你要比原来进步了，好吗？我们从作为观众的角度上来看，你跳的不舒服，观众是舒服的。就你看我跳的好使劲儿，你可能看我的舞蹈还算有质量，但我其实内部是很使劲儿的摆转forward，你可能看的还不错，但如果我要觉得舒服，你就不舒服了。所以如果你觉得用了我的方法觉得别扭觉得好难跳你要进步了你要进步了，因为你脱离了你原来松的放松的然后舒服的方式跳出了原来的舒适圈，所以你觉得别扭是对的。这是我摆荡和转胯讲摆荡和转胯。好了，我们这里呢就把八字胯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讲完了把八字胯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讲完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进阶了。